男孩在河道里下了好几个地笼，把小溪里的鱼虾河鲜一锅端了。这天清晨，自强一早就来到了村子里，穿过熟悉的街道，来到老奶奶家门前叫了一声，奶奶应声后，他来到屋内，看到奶奶正在烧火准备做饭，闲话了一阵之后，自强说明了今天来的目的，他打算问奶奶借一下家里的地笼。奶奶告诉他就在那个角落里。自强过来一看，果然这里整整齐齐放着一堆网，这厚厚的一叠正合他意。自强在背篓里放了一个，手里又提了2捆，出了家门，他直奔野外而去。一段时间后，自强来到了一条小河前，这里的水流不算小，而且深度对于他带来的地笼也非常合适。自强大概规划了下，觉得完全可以用地笼拦截掉这条小溪，做到一锅端。于是他挽起裤腿，光着脚抱起一捆地笼，穿过不算深的河道，来到对岸。他把地笼的一头随意地系在了一根枯枝上，接着就可以展开来，变成长长的一条放入水中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条地笼的开孔都在侧面，只要对着水流的方向，就可以轻易地让河中的生物困在里面出不来。回来原处又拿了一叠，将其和之前的绑到了一起，伸展开后也占到了小河的1半宽度。最后一捆也是一样的步骤，3条地笼串联在一起，如同一条长龙一般横卧在水底。为了不被水流冲刷的随波逐流，自强抱起水底下的大石头压在了地笼之上，保证水流的方向一定是对着开口位置。最后的地方，自强压了一块超级大的石块，让原本翘起的地笼沉到了水底下。再次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问题后，自强返回了岸边，打算先离开这里。毕竟等着水流带着鱼儿跑进地笼是需要时间积累的，还不如等到明日再来。第二天，自强回到了这里，脱掉胶鞋，就下到水中前去查看。一路过来，看到大大小小的鱼不少，但他还是决定从头开始收起。随着自强的抖动，里面的鱼货全部顺着往另一边兜去，集中在一侧端头后，里面混合着一些鱼虾，看数量还真不少。自强解开绑在一起的端头，用脚踩住了另一只地笼，把开口塞入了网兜，一股脑倒入其中，地笼之中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接着就可以按照相同的方法，将第2个地笼里鱼虾聚拢到了一起。这处的收获看上去要比之前的更好一些，自强自然是不会客气，照单全收。来到最后一个地笼，这个因为是在水流湍急处，跑到里面的鱼要更多一些，看上去有一大堆。一顿忙活收好了所有收获，他又给这些地笼重新压好了石块，到时候明天又可以来收一次。提着这袋子鱼货来到河岸上，自强翻开袋口查看了起来，里面泥鳅、河虾以及鱼一应俱全。正当他把这条大鲶鱼拿出来欣赏的时候，他好像发现了这是个逃跑的机会，直接一个纵身跳了出去。也幸亏这是在岸上，要不然还真让他得逞了。盘点了一番今天的收获，自强感到非常的开心，放进背篓之中，准备拿到街上去卖掉。一路无话，自强来到了村子里，依然是一屁股坐在了老位置上。这里已然成了他的专属摆摊点，村民们也都习惯，隔个几天会有个小孩来这卖东西。今天的收获里有大量的泥鳅、河虾，他上次就卖过泥鳅，所以知道必须要有个脸盆之类的来盛会比较好，还是去边上大妈家借一个好了。放好大脸盆，自强从背篓里提出这袋沉重的鱼虾，一股脑倒在了里面。今天的货品种非常丰富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至于要怎么卖，他也想好了，就按照不同的品种分成不同的价格。第一位大叔称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鱼，该说不说，他还是很会吃的。这种体型的鱼虽然刺多了点，但味道是最为鲜美的。第2位大叔则是要走了2条大鲶鱼，盆里立马空了一截出来。至于这些河虾、泥鳅，当然也是有人要的。这位大妈就瞧中了这些，直接称走了大半，剩下的又卖了一些后，自强留下了2条鱼。
他收拾好东西，端着盆还给了大妈。这2条鱼虽然不算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但也是自强对于一贯以来很照顾他的这家子的一点小小心意。大妈还想出钱买，自强自然不会同意，见状赶紧道了个别，直接走了。别看自强年纪不大，但对他好的人他都有记在心里。男孩提起钓钩，底下是只肥硕的大牛蛙，没想到吧？牛蛙也是可以钓上来的。让我们跟着镜头来看看这个小孩是如何操作的。时间回到这天早上，自强从屋里出来，给门上了一道简易的门栓之后，安心地离开了家。他缓步来到了村子集中的大片农田里，此时的水稻已有半大，翠绿的颜色占满了整片稻田。勤快的村民正在割除田垄上的杂草，使其不能遮挡稻田里的光照。自强一路往里，来到了一丛竹子前，捡起地上的一截细竹枝看了看，这种粗细正合适拿来作为钓牛蛙的钓竿。于是他从背后抽出柴刀，开始对其进行加工。附近的水潭子里还有条鱼在水底游曳，也许改天可以来这里搞一搞。经过他的一顿筛选，很快得到了一小摞长度差不多的细竹枝。而后他继续往里走去，随意在路边找了一块位置，往下刨了几下，就能找到今天的饵料。而且这些蚯蚓还都直指肥硕，希望能靠着它们吸引到牛蛙的注意。眼见着数量应该够了，自强收起柴刀，往里走了几步，找了块相对宽裕点的地方，准备在这先把钓竿给组装起来。只见他在背篓里拿出绑好线的钓钩，把绳头绑在了竹枝的一端上。为了不让这些线缠到一起，他还特意把钩子挂到了竹枝的尾部，当然这样绕起来也没有问题。总之是花费了一些时间。自强整备好了所有的钓钩，整齐地排列在杂草上。接着他又换了个位置，这片田他早在去年就来这抓过牛蛙，所以哪里有货心里还是大概有数的。不过在下竿之前，自强先在稻田里挖了几捧稀泥出来，糊在了一旁的田垄上。这是考虑到牛蛙的视力并不是很好，想要它们发现猎物，还得创造出一片相对简单的背景板，这样子悬挂在前面的蚯蚓才有可能被发现。而且自强穿饵的时候，尽量整条一起穿进了沟里，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延长蚯蚓的存活时间。到了晚上牛蛙出洞的时候，还能在沟上蠕动。要知道，虽然牛蛙的静态视力几乎为零，特殊的眼睛结构却让它们拥有极强的动态视力，对于会动的物体反应敏锐。自强显然是不懂这些的，但村民口口相传的经验告诉他必须这么做才有可能钓到牛蛙。花了一些时间，自强围绕着稻田布置完了所有的钓钩，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，剩下的就等明天来收获就可以了。经过一晚上的等待，自强一早就带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这里，就近看了下第一杆，就发现有货，立马从背篓里掏出网兜，并脱掉了外套，准备大干一场。提起来，底下有只蛙蛙正在无助地伸手蹬腿，咬得还挺紧的，费了点时间才把钩给解了出来。收好了第一只，自强把杆子插回到了原地，可以等晚点收完了所有牛蛙再回来收竿。提起第二杆，又有一只，他抓这些牛蛙的手法也很专业，用力地攥住它的下半身，把它挤得如同一个圆滚滚的皮球，这样就算有力也使不出来了。后面提起的每一杆几乎都有挂着一只大牛蛙，看来自强听来的经验非常靠谱。小小年纪不论干什么都有模有样，清晨的朝阳打在他的脸上，在这空旷的田野里，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美好。当然困惑的只有蛙蛙们，他们只不过吃了个食就被勾住了嘴，动弹不得，连平常喜欢的鸣叫也做不到了。不过对于可以卖钱的食材，自强从来都不会怜悯，开心的一只只收入囊中。收完了这边田垄，还有好些地方等着他去收。这些杆子上无一例外都有上钩，只恨当初带的线和钩太少，不然今天一定能抓到更多的牛蛙。
快到最后几根杆了，这些蛙突然变得聪明了起来，试图躲进田埂中的土洞里来躲避自强的抓捕，不过显然这是徒劳的。最后一只更是想要逃跑，好在还拴着钩，一切挣扎都是无用，照样收进网兜之中。自强清点了一番今天的收获，回到背篓处，穿回了外套。接下来这些蛙蛙的命运只能是被卖掉并端上别人的餐桌。男孩在河里插了几条鱼，处理完鱼回家，发现自己的小屋被烧成了灰烬。这天自强和往常一样，背着自己的背篓就出了门，穿过街道，来到了老奶奶家。进到屋内，奶奶正在喂鸡。今天他又来借捕鱼工具了。奶奶年纪大了，这些东西大多都用不着。这个带伸缩橡皮的鱼叉和护目镜给自强用正合适。他带着这套装备直奔村里的小溪而去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来到了河岸旁，随着季节的轮替，这里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。自强没有急着下水，而是来到了一旁的灌木丛前，从中摘了一些新长出来的嫩树尖，回到岸边脱去了厚外套，连同裤子一并脱下。这时刚摘的嫩叶才有了用武之地，原来是拿来擦拭护目镜上的脏物用的。自强对着里里外外全部清洗了一遍，又拿起了背篓里的网兜，这才带好了潜水镜，一个猛子扎入了水中。虽然现在天气慢慢开始转向炎热，但目前从自强穿的衣服可以看出还是有些凉的。不过有鱼可以插，这些小小不适还是可以克服的。自强先粗略地侦查了下，摸清了水底的情况后，他来到一块大石头前，朝底下望去，下面藏着条大鱼。自强立马拉好橡皮筋，再次潜入水中。就这么一会功夫，被惊动的鱼儿已经跑得没了影，只好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潜入水下。一顿寻找之后，又是在一块巨石下看到了这条鱼，射出鱼叉，既没插到也没抓到，鱼儿再次没了踪迹。花了好长时间才找见了这条鱼，我们也看不清水底的情况，只见自强一顿扑腾，从水里捞出了条大鱼，已是被鱼叉刺了个对穿。以防万一，自强先将鱼头塞入了袋中，才把鱼叉从鱼身上取了下来，顺势立马收入网兜之中，完成了今天的首杀。自强也有了信心，立马钻入到水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这回倒是很快，转眼之间又插到了一条。正所谓好事成双，一条呆罗非似乎没有发现危险，仍然静静待在水底一动不动。自强朝着鱼头瞄准了半天，一下射出命中之后，这才浮出水面松了口气。他也惊叹起来，这鱼是真大。提到石头上，他不由抹了把脸上的水。这时候的河水虽不能说冷，但多少还是有些凉的，长时间泡在水里，搞得他装鱼的手都有些抖。不过和这些收获比起来，其他的一切都要靠边站。再次插到一条小鱼后，自强提着这袋子鱼来到了背篓处，穿回衣物，下一步打算到街上去卖掉这些鱼。还没到地方，大妈就叫住了他，帮他一起卸下背篓，从中挑了一只大鱼买走。看了眼剩下的货，其实也没几条，他也不打算再卖，直接来到了老奶奶门前，将那条大罗非送给了她，还回了潜水镜和鱼叉。那几条小鱼准备拿回去自己吃，可不知道的是，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熄灭灶台里的柴火，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隐患。等他回到住处，定睛一看，糟了，家都没了，原地已经被烧的只剩下了一堆炭灰，把自强急得团团转。虽说这个屋子不大，但一直为他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现在好了，之前所有的努力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化为了飞灰。好在自强马上从着急的情绪中冷静了下来，捡起地上的棍子，看看这片灰烬之中还有没有能用的东西。首先是一口锅已经被烧得变形，好在另一口锅还是完好的，用手抓了下，锅盖差点被余温烫到，还是先不管它。最主要的是他埋在地下的钱罐子不知道有没有事，大概找了下位置，刨开表层的泥土，自强把它挖了出来，外观看上去还是完好的。打开盖子，
万幸里面的钱还在，这可是他辛苦了这么久才存下来的一点积蓄，要是随着这把火烧没了，那可真得哭死。想了下，还是先收进钱袋子里藏好，继续翻找了下，除了几口被烧得漆黑的碗，什么都没有剩下了。端起唯一可以用的锅放到一旁，从边上拽过来一片早已晒干的棕榈叶。没办法，日子还得往下过，得想个办法先把晚上对付过去再说。他也不打算重新再找地方，简单的清理了下地上的炭灰，就把这片棕榈叶铺在了上面，接着捡起之前用剩下的边角料堆了一些在原来灶台的位置。没有了屋子的保护，在野外一个篝火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，不仅能提供照明和取暖，还能驱赶夜间游荡的野兽，当然也可以拿来烧东西吃。自强把网兜里的鱼取出来，扔进了火堆里。随着夜色的临近，自强从底下扒拉出几条焦黑的烤鱼，摆在了棕榈叶上，简单的刮去表面的炭黑，扒掉鱼皮之后，里面还算完整，尝了一口还是能吃的。对于这样的食物，他在没有固定的居所前就经常吃，现在只不过重新体验一次。吃完了鱼，天也彻底黑了下来。自强为火堆添加了点柴火，靠着背篓躺了下来。对于今天的事，他也没有多少气馁与不安，毕竟他能从零开始打造一个住所，那么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再来一遍而已。男孩在山里重新搭建了个临时庇护所，山间小溪里随便抓了几条泥鳅，烤一烤就是他的晚餐。上集我们说到，自强去河里插完鱼回来，发现自己的小屋被烧成了灰烬，他就在原地将就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，自强身上盖了一张棕榈叶当作被子，虽不能保暖，但多少能阻挡点晨间的露水。没过多久，他悠悠地醒了过来。由于好久没有过风餐露宿的生活，这一觉睡得很不踏实，这会还有点迷迷糊糊，看了眼周围，才想起来昨天家被大火烧了。一想到这件糟心的事，又不由得泛起一丝愁容。穿好衣服，他打算今天去别处看看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定居点。这里太靠近湖边，再过段时间就是当地的雨季了，湖水的水位也会暴涨，着实有些不安全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不如换个地方，收拾好身边的东西，又带上这口唯一幸免于难的锅，自强离开了这里。他第一时间是来到了村子里，径直走进了老奶奶家里。奶奶这时还在做早饭，自强只是说这几天这个趁用不到，先寄存在这，多的一句也没有讲，就出了家门。他是怕奶奶听到了家被烧会担心，反正无处可去，不如去山里看看。沿着山间的小道，穿过茂密的丛林，自强来到了离村子不算太远的一片水潭前。有些渴的他掬了些水喝下，刚喝完水，一抬眼看到不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仔细一看，确实是有几条泥鳅在这片浅滩里，没两下就抓到了好几条。于是他干脆从背篓里取了个塑料袋，把抓到的泥鳅都装了进去。这些泥鳅都藏在落叶底下，除了找起来比较考验眼神，抓起来却是很轻易，短短时间就有小半袋。抓完了这处，他打算到上游看看，也许还能抓到一些。查看了一下，却是一无所获。另外一处小水潭也是一样，不过这里有片相对平坦的地方，又有水源，采光也不错，倒是个临时安置的好地方。拎着柴刀就近砍了几棵竹子下来，又搞回来一些棕榈叶，这些应该足够他搭建一处小小的庇护所出来。只见自强先将竹竿砍成了合适的长度，就地挖了2个坑出来，接着就可以把竹竿安放进去了。因为本身就想着是临时居住，所以并没有太过仔细，粗略地固定好竹子，就拿起地上的竹竿，一头插入了岩缝之中，中间则架在刚立的柱子之上。棕榈叶的叶柄可以作为屋顶的船子，垫着脚尖摆好以后，放上几张棕榈叶，屋顶就算有了。至于墙面，他也早有打算，同样是把叶柄当作龙骨，两侧各绑上一片宽大的棕榈叶，虽起不到防备野兽的作用，但遮风挡雨还是有点用的。
剩下的棕榈叶，自强也有安排，放在地上厚厚的垫了一层，这样能睡得舒服一些。最后收集了一些散落在一旁的枯枝，当作待会做饭的燃料。随着自强点起火堆，他来到了水潭边，取出了不久前抓到的泥鳅，准备清洗，当作今天的晚餐。洗好的泥鳅被他夹在了2片竹片之间，最后用竹篾绑紧。这时候火堆已经烧得很旺，继续把难以砍动的硬树干放了上去，架上这串泥鳅。自强脱掉了胶鞋，坐进了窝棚之中。这火有点大，他得时不时地翻转这串泥鳅，以防烤糊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泥鳅已经变得四面金黄，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。早已饿了的他赶忙取下一只，塞入嘴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去掉内脏的泥鳅，他连骨头都没有放过，只有不能吃的头被丢弃。今天上山的时候忘了在村子里买一些吃的，还好有这些收获，不然再跑一趟来回也是有些麻烦。吃饱喝足，自强打算早点休息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，希望他能平安地度过这个夜晚。男孩在山里挖了一些笋，又设置陷阱，抓到了一只鸡，带回住处做成了烤鸡，吃起来那叫一个爽。这是自强的住处被烧的第2天，昨天他选了这块地方搭建了个临时庇护所，睡了一觉，天已经大亮，瞧了眼竹筒之中的水已是喝完。自强穿回鞋子，在附近的水潭子里洗了把脸，撇去表层的不洁之水，他在竹筒里灌了一些，喝下几口，缓解了点睡了一晚的口干舌燥，又给竹筒里灌满了水，这才来到火堆前。昨晚点的篝火早已熄灭，而且被山间的晨露打得有点湿。不过他现在手头上也没有东西可以吃，暂时是用不到篝火。查看了下背篓，里面还有一卷之前抓鱼留下的绳子，不知道能拿来做什么用。不过自强打算先去山里转转，看能不能找一些吃的，顺道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适合安家。翻过水潭边的山崖，沿着这条山涧往上走去，直到他钻出一片茂密的草丛，重新观察了下周围的环境，才算发现了一条快要被荒草淹没的小道。看样子这里已经好久没有人来过。刚走上一片山坡，就看到地上有一处被动物挠过的痕迹，再上去还有2个。自强对这个很有经验，一看就是鸡在这睡过，毕竟和上次的样子一模一样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在附近找了一根带树杈的树枝砍了下来，这是准备制作一个之前多次立功的陷阱。带回来2根树杈和一根柔韧性较好的细树枝，拿起这根长树枝，把它插进了2棵树之间，弯折起来试了下，这个距离应该没问题。接下来他把鸡窝的位置重新整理了下，把带有树杈的树钩子拍入了土里，还是按照老奶奶教过他的方法，先在上下放了根短棍子，拿出绳子，重新把杆子掰弯，把绳子套牢在树枝端头，留出足够的长度，绑在地上的树钩子上，再在中间拴进去一根短木棍，卡在底下2根木棒之间，这样树枝就会被绷紧。接着作为触发机关的关键，自强放了2根木条架在了中间位置，试验了下机关的灵敏度还是相当可靠的。只要有东西踩中这2根木条，就会带动机关往下滑，树枝的弹力会将绳子抽起。自强重新设置好这根插销，正当他在有条不紊布置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一声公鸡打鸣声，看样子得加快点速度，猎物指不定什么时间就回来了。在上面铺了一层树叶作为伪装，不时传来的打鸣声搞得自强像个溜进主人家偷东西的小偷，不由得增加了一些紧张气氛。快马加鞭给绳子结了个绳套，总算是完成了这个陷阱。最后自强在背篓里拿出自己所剩不多的米，在陷阱的四周和中央撒了厚厚一层，为了吸引到这只鸡，他也是下了血本，要是抓不到就亏大了。这些米都够他吃半顿的了，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多想，他得赶紧离开这里。自强也没有回去住处，毕竟陷阱这玩意不能保证抓到猎物，还得在丛林中另外找一些吃的才算保险。运气不错，给他发现了一株刚冒头的竹笋。虽说竹笋现在已经过了最佳赏味期，
但在饿肚子之间选择，自强还是将其挖出来带走。当然有第一株就有第二株，竹笋往往是成片生长的存在，看到了自然是不会放过。没花多少时间就搞了有4、5颗，这下饿是饿不着了，就看能不能吃得好了，还是回去看看那边的陷阱有没有收获。半个小时后，自强回到了刚才下套的位置，远远的就看到有动静，上前来一看，嚯，好大一只公鸡！此时正被绳子套住了，鸡脚动弹不得。这种家鸡不用说是村里人养的，偷偷跑掉后，在山里惬意的生活。看着鸡爪，这只鸡也有些年头了，不料还是被自强逮到了。看样子他在山里也混得不怎么样，一把白米就给诱惑了。自强解下绳套，重新给鸡脚缠了一根结实的藤条，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。本着有枣没枣打两杆的原则，他还是设置回去了这个陷阱。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概率很小，就没有浪费本就不多的米。带着笋和鸡回到住处，自强堆起了老高一层柴火，准备好好的烤一烤这只鸡。随着一阵白烟冒起，这一大堆潮湿的柴火总算被点燃了。自强从背篓里拿出了2颗笋，就这么包着笋衣放到了火堆上。这边先烤着，他带着鸡来到水潭边，放到水里反复按压，确保水浸润了全身的鸡毛，同样放到了火堆上。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是他的拔毛小技巧。羽毛之间的水被加热，效果如同放到开水里烫了一遍差不多。趁着鸡还冒着热气，赶紧拔掉它身上的毛。再次撩去可能还在的一些细毛后，自强将其穿在了一根木棒上。火堆旁也插了根树杈作为简易的烧烤架。这时候的火堆也已经变成了炭，用来烤鸡可以说恰到好处。等着鸡熟之前，先来点开煨菜。没想到那么大2株笋缩水了很多，剥掉外层烤焦的部分，里面的都是可以吃。一边啃着烤笋，一边翻转着烤鸡，看起来有点悠闲的味道。大半个小时之后，烤鸡表皮已经微微泛黄，开始散发出阵阵香气。自强忍不住尝了一口，显然这回还没有完全熟透，还得继续再烤一会。又是半个小时后，自强已经被馋得受不了了，顾不得那么多，直接抱着鸡开啃。撕下大鸡腿，吃的那叫一个豪放，看着他享受的表情，不得不说有点羡慕了。没想到在野外的第2天还有点惬意，硬生生过出了度假的感觉。希望这样的好运能常伴在自强身上。